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肖战从小透明到实力流量小花，她背后的3个男人功不可没。要是说上个月最火的女主是《人世间》里的樱桃，那这个月就得数跟肖战合作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的杨紫了。这部剧压了差不多3年，总算在6月份播出了。盼了好久的观众对这部剧那股热情劲儿，就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似的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激动。在开播的当晚，《余生》一下子就斩获了全网收视第1，后续的收视和热度一直到现在不但没降，反而一直往上涨，而且还传出了好消息，说这部剧6月份要在韩国上线。不得不承认，杨紫和肖战的顶级流量效应那可不是吹的。特别是杨紫，新剧正在播呢，她忙着做宣传的同时，还得准备进下一个剧组，马上要和凭借《觉醒年代》走红的人气小生张晚意搭档。杨紫是内娱里没几个能从童星成功转型的女演员，流量大，演技也好。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，可不意味着过程就顺顺当当。她在一线混着，付出的努力那肯定是平常人想都想不到的。另外，运气在一个人的发展里也有着不小的作用。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杨紫走向成功的路上都碰到过哪些帮她的人，其中就得讲讲对她特别重要的3个男人。01，杨紫父亲杨云飞。2025年，杨紫在北京出生。这一年北京申奥成功，杨云飞就给闺女起了个叫杨女奥的名儿。他想用这有着良好寓意的名字表达对女儿的深切期望。杨紫从小就显露出惊人的表演天赋，5岁那会儿就打定主意要当一名演员。杨云飞很快当上了代理经纪人，着手为杨紫的将来仔细谋划，做好规划。然而由于没啥背景，起初这父女俩把京都所有的剧组都跑遍了，可没人搭理他们。虽说小杨紫模样可爱，演戏也挺有天分的，可就是一直没个机会。常言说得妙，勤能把拙补。杨云飞想着让自家女儿在剧组多演龙套角色，混个脸熟，机会自然就有了。就这样，这父女俩也不操心能碰到啥好角色，只要有能演的，不管给多少报酬，能让杨紫过把演戏的瘾就行。就这么着，杨紫熬了2年这种苦里有甜的日子，天天遭其他演员甩冷脸，上赶着讨好人家也是白搭。杨紫7岁的时候，通过努力总算得到了一个戏份不少的角色，合作的是老戏骨冯远征，这一下就让她半只脚迈进了演艺圈。在接连演了几部没啥大动静的戏之后，杨紫的名气慢慢变大了。当时《家有儿女》这部家庭情景剧正在筹备，面向全国挑选小演员的剧组看中了杨紫，打算让她来演夏雪。理由挺简单的，杨紫演技不错，还有经验，形象就是大众眼中乖乖女的那种。接下来的情况大家都清楚，这部作品使杨紫一下子就红了。可好多人不了解的是，在她众多作品当中，《家有儿女》是伤她最深的一部。究竟是咋回事呀？杨紫演的夏雪，在《家有儿女》的前2部早就被大家记住了。原本资金和演员都准备妥当了，可第3季却没了动静。一时间，剧组收到成片的负面评价，收视率就甭提能好了，连前2部的一半都远远达不到。当初剧组表示，杨紫是由于中考的缘故，这才不得不放弃出演。在网络不太发达的时候，好多人都当了真。要知道学业为重，这也能表明杨紫是个看重学业的好姑娘。慢慢的，舆论很快就消停了，杨紫因此变得没了动静。过了好些年，外界才弄清楚剧组换角的真实情况。简单来说，这纯粹是资本操作导致的。出身普通家庭没啥背景的杨紫，
没辙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得知被换角后，收拾东西走人剧组。在杨紫心理脆弱的时候，幸亏有爸爸杨云飞在一旁默默的鼓励，这才使得杨紫没有放弃当演员的梦想，重新找回信心，一边学习一边为艺考做准备。的说啊，要是没有父亲全力帮忙，说不定杨紫的演艺道路会难上加难。02第一任老板杨紫。2025年，杨紫跟黄圣依因戏结识，没多久，她事业和爱情都有了好结果。一方面跟黄圣依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另一方面她所在的中国巨力集团被她说服往影视文化产业进军，还获得了巨大成功。如今杨紫担任着该集团的执行总裁，可没多少人清楚，这家公司差点把杨紫捧红。原来在杨紫签下的第一批艺人当中，就有跟她名字同音不同字的女演员杨紫。那时候，杨紫凭借《家有儿女》赢得了国民闺女的称号，在口碑和路人缘方面，她在童星当中是最出色的。可惜没人捧她，迟早会在演艺圈消沉下去。杨紫觉得这小姑娘名字跟她有缘，各方面也好掌控，于是杨紫就成了巨力成立初期第一批签约的艺人。杨紫被资本折腾得够呛，突然有个金主表示要把她捧红，这可把她高兴坏了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但这种好事能砸到头上，概率简直比火星撞上地球还小。起初，杨紫确实获得了杨紫兑现的承诺，不光能拍电影，还有广告代言的资源。但接下来的情况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连半年都不到，杨紫就和公司解除合约了。在签约的时候，他把杨紫当成哥哥，他俩常常一块儿出现在公共场合，杨紫还精心给他办生日。可解约以后，两人就互相取关了，好像这辈子都不想再有来往。至于为啥解约，外面都在一个劲儿的猜测。网上流传的最广的有3个版本，其中第一个的公信力最强。当时跟黄圣依打得火热的杨紫，由于极力捧杨紫，传出了他俩的桃色消息和绯闻。可杨紫还没成年呢，他俩年龄差了1轮多。这种没凭没据的消息，想想都知道给杨紫的心理带来了多大的创伤。实际上，他完全可以不去解约的，毕竟公司捧艺人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彼此都能得到好处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杨紫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眼的事儿为啥要挂心？可想来想去，杨紫不想自己的演艺生涯有污点，只好跟杨紫保持距离，选择解约来证明。第二个版本说杨紫签杨紫不是真心的，其实他在声东击西，拿杨紫吸引大家注意，自己跟情人颖搞暧昧。杨紫晓得这个消息后，觉得被欺骗了，最后就决定解约。不过呢，这个传闻没啥实打实的证据。后来颖儿和杨紫一起参加了一次活动，亮相之后就再也没啥来往了，明显是个误会。第3个版本照样是骗人的。杨父在节目中讲过，他觉得很对不住女儿，早些年眼光不行，签错了公司，使得杨紫多次被骗，特别痛苦。按照杨父所说的时间线来看，显然他提到的公司就是巨力。不管咋回事，杨紫跟巨力解除合约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。这么短的时间就跑了，杨紫肯定碰到闹心的事了。但不管咋说，要是他没碰上杨紫，也就不会遭遇这么大的风浪，更不会知道网络暴力有多可怕。在一定程度上，杨紫这个男人给他了个教训，起码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，他不会那么轻易就相信对方了。就因为这样，当第3个陌生男人找杨紫拍戏时，他的拒绝差点让自己错失这辈子最大的好机会。03贵人孔生。2025年的有一天晚上，杨紫的妈妈接到一个自称是导演孔生打来的电话，杨紫妈妈想都没想就把电话给挂掉了。
他根本就不信孔生这个拍出过像《闯关东》等一系列爆款剧的有名导演，能瞧上他家这没啥名气又没啥背景的闺女。另外有件事让杨妈又一次肯定，电话那头的就是个骗子。原来处在青春期的杨紫，在演艺生涯中遭遇一连串打击，还承受着学业的压力，天天都被焦虑困扰着。不光有青春期必然会经历的发福、长青春痘这些烦恼，杨紫还被另一个妈妈宋丹丹打击了。本以为在演艺生涯遭遇瓶颈的时候，找对方要点建议能快点找到条出路，可宋丹丹不但不鼓励，还毫不留情地把惨状给说出来了。直说杨紫没演戏的天赋，长得也不好看，压根就不适合去演戏。本来就挺自卑的杨紫，一听到对方这话，心情一下子糟糕透顶，接着就开始怀疑起自己来了。好在杨爸爸始终陪着杨紫，一听说电话那头是孔生导演，不管怎样都要带着女儿去试试。等到正式见了面，事儿终于弄清楚了，孔生确实是那个被外界纷纷夸赞的大导演，电话也是他自己打的。这下子父女俩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能放下了。可孔生一看到杨紫，只是仔细打量了一番，没让他面试，当场就决定让他演《战长沙》这部剧。他老早就晓得杨紫在演艺圈是很有实力的童星，也瞧过她在《家有儿女》里的演出，觉得特别符合自己心理护士胡香香的那个样子。《战长沙》跟那些抗日神剧不一样，那些神剧有着各种奇葩设定，剧情情节也粗制滥造。而经过孔生导演的操刀，这部剧首播时反响很热烈，到现在豆瓣评分一直稳定在 9.1 分。剧情啥的大概就别提了，单说杨紫在剧里的表现，那直接能用惊喜这个词来概括。她演的胡香香这个角色可不简单的把主角的一生从头到尾演完，从少女到为人妻，再到为人母，这3个阶段，杨紫得有扎实的演技，才能满足孔生导演那严格的要求。而杨紫确实做到了，把当时战争背景下结合角色经历的那种感情演绎得很好，人物心态转变拿捏得特别到位。外人都很难想到，这居然是一个19岁小姑娘能展现出来的水平。然而，尽管同行的演员、导演还有外界都对其称赞有加，杨紫也没凭借这部剧大火起来。一开始她怎么都想不明白，后来孔生导演给了她第2次机会，她这才懂了演艺生涯里的实在道理。04成功关键不止运气。2025年《欢乐颂》准备开拍的时候，有5个女主角，导演孔生就想到了演戏特别有灵气的姑娘杨紫。头一回合作，对方让他惊喜的不得了，第2回孔生就决定把机会留给能派上用场的人。于是打电话跟杨紫说，有5个角色，他想演哪个都没问题。杨紫可高兴啦，从他开始演戏一直到2025年，差不多有18年呢，就因为没啥背景，根本就没有挑剧本的权利，角色就更别提了。这次机会是孔生导演给杨紫的，把他给激动坏了。结果到了真正做选择的时候，杨紫又被资本狠狠打击了一番。在5个角色当中，杨紫最中意的角色那的是曲筱绡，因为剩下的4个里面有2个气场太强大了，她驾驭不了。另外那2个人设她不喜欢，所以不想演。就曲筱绡的性格特点特别鲜明，塑造起来简单，也是最容易火起来的那个。可惜他跟孔生说了自己想演的角色，结果孔生一脸遗憾地表示，那个角色已经定好人了。不过杨紫没发牢骚，反复琢磨之后，她最后决定参演。这机会太难得了，她可得牢牢抓住，靠一个个角色创造出更多想不到的成果。多年以后，杨紫肯定地感谢她当初所做的决定。欢乐颂播完后特别成功，欢乐舞美自然也就火了。不过就像杨紫想的那样，
她演的邱莹莹这个角色不招人喜欢，观众很难喜欢上。但在现实生活里，她的演技很受认可，关于她的讨论度比战长沙那个角色可要高出1倍还多。换句话说，流量很重要，不然她想要的角色就可能被换掉。接下来咱们就瞧见了，杨紫接了《青云志香蜜亲爱的热爱的》这一部又一部的好剧本，她冲破了童星难以转型的限制，从没啥背景的小透明变成了当红流量小花中的一员。另外，杨紫跟其他流量小花不同，她不光有流量，演技也不错。虽说颜值不是特别出众，但在这个圈子里，她确实是难得的新生代清流。能让她做到这个位置，杨紫最该感谢的那的是孔生导演，2次特好的机会，对稳固她的演艺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一路瞧过来，杨紫能成功主要靠4点：一是努力，2是实力，3是运气，还有1点就是人品。自打杨紫凭借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大火之后，外界很少能听到她有绯闻传出，一直专心致志的演戏。早些年的时候，杨紫很清楚网络暴力会给艺人带来啥样的心理影响，因此在《余生》这部剧里，她跟肖战合作根本不避嫌，大大方方的，还和肖战建立起了一段友谊。常言说得好，干演艺这行先得学会做人，杨紫人品那是相当好，实力也不弱。像她这样的人，不管在啥行业，都能有大出息，能走得长久。